两个小婴儿听到呼唤，真的乖巧的抬头，盯着录像机看，其中一个更是露出如同小天使一样可爱的笑颜，发出咿呀呀的声响。魏琛看着屏幕，心里突然一酸，血脉相连的感觉霎时间涌上来，就像他第一面见蓝璇那丫头片子时心里泛起的波纹。魏婴也不说话，盯着屏幕上的两个孩子愣愣出神，像是在回忆什么。魏琛凑过去，将自家爹亲的手握住，他相信了。不仅仅是新的感觉，还有最真实的证据。他左眼眼角有颗小小的红色泪痣，屏幕上的其中一个小婴儿也有，而且屏幕上另一个在右眼眼角有的红色泪痣，在蓝璇右眼眼角也出现了。果然是镜像的双生子。录像还在继续，屋子里的气氛沉闷异常，压得魏琛难受。他扭头又偷偷看了一眼自家老爹，发现自家老爹的眼角已经红了，不由心疼，连忙说话，分散自家老爹的注意力。爸，我小时候就这么喜欢笑。臭小子，你看不出来吗？笑的那个明明是你姐，眼睛是浅的，泪痣在右，还穿粉粉的小衣服。你小时候喜欢笑个屁！你小时候最难逗你笑了，我都担心长成你爹那样的小古板。魏婴一边回答，一边按下暂停键。他突然正色地对魏琛问道：念温，你说你姐姐不爱笑，板着脸。魏琛点点头，是啊，今天就是这样，一个人冷冰冰地待了一天，连搭话的小姑娘都没有。魏婴听完，沉默了下来。魏琛却知道，爸，你是不是担心我姐过得不好才这样？是，也不是，你爹以前就是这样的人，只是没想到他。魏婴抛下一句话，站起身来，走到 CD 机前，把光盘退出来，原样封好，又塞回了之前抽屉。魏琛也跟着站了起来，挠挠头，爸的话在脑海里左右翻滚，来回品味。什么叫是也不是？什么叫你爹以前也是这样的人？爸，你之前都没有提过我爹，你就总是你爹你爹的，你和我说说呗。魏琛说着，没什么可说的，是我亏欠他颇多。你姐的事拜托你了，帮我好好照顾她，没事多拍拍照片给我。魏婴说着，提着书包走到魏琛面前，现在给我去做作业，现在7点半，你昨天可是做到了11点，体谅一下你爸每天还有工作，赶紧做，做快些。哎呀，我知道了，我马上去。魏琛知道，他爹这是宣布话题结束，也是，虽然没说多清楚，但也够他想1个月了。不过什么叫亏欠颇多？未经允许，擅自帮你生了2个娃，还有照顾他姐。怎么照顾？与此同时，城市的另一头，蓝家祖宅内，爸爸。蓝璇敲了敲书房的门，进来。蓝忘机在里面答道。蓝璇一眼走了进去，踱步到桌边，就看见自家爹桌子上散乱的一堆资料，以及自家爹晦暗的神色。案子太难了。不是。蓝忘机把文件夹闭上，抬头看女儿，歉然道：抱歉，月之，待你贸然回国，新学校如何？甚好，收拾了东西，我们可是要搬家。蓝璇又问。抱歉，事情太多，我给忘了，我现在把定位发给你，下周一你就按定位导航回家。我们搬去你学校附近，方便你上下学。蓝忘机说着，滑动手机，分享位置。蓝璇听到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又看了一眼自己父亲，嘴唇蠕动，依然没有开口，最后只说：那无事，我去做作业，爸，你别忙到太晚。蓝忘机颔首。蓝璇随即转身退了出去，带上门。蓝忘机看着女儿出去的背影，搭下的手慢慢攥紧，又蓦然松开，最终长叹一声，点出手机里的一张图片，手抱头垂眸凝视。图片是照片，是他今日用手机偷拍的，略有些模糊，但照片上面正撩起一缕头发往耳后别的青年样貌依然可见。他的神态认真，目不转睛地看着桌上资料，丝毫没注意有人偷拍自己。今天见面了，他读完书之后去做了法医，看起来生活的不错。蓝湛一边回想今日见面的种种，一边总结道：自己呢？回国继续做律师，也在蓝家的祖业里挂法律顾问的名头。不，这些都不重要，他只知道自己多年做好的心理建设还是在一瞬间崩塌殆尽了。还是和年少时一样喜欢。我越是逃离，却越是靠近你，我越是背过脸，却越是看见你。
我是一座孤岛，处在相思之水中，四面八方隔绝我通向你。为什么只看了你一眼，往事还是一幕幕重现，眼前转映着你的容颜，可不可以不喜欢你？门外，蓝璇站着，并没有走远，门未完全关上，而是余了一条小缝，一缕光线透过门缝射出。蓝璇也正是透过这条小缝看屋内的父亲。蓝曦臣不知道什么时候注意了这边，又什么时候走了过来。他从小姑娘身后走过来，看见父女两个，一声轻叹，露出苦笑，拍了拍小姑娘的肩膀，道：他还是会很喜欢你，他会一直都是你父亲。我知道，我只是觉得爸爸他好难受。他说及此处，小姑娘的肩头耸动，似乎就要哭出来，但还是忍住没哭出来，哽咽着继续说道：我妈妈不来找我就算了呗，爸爸明明有这么喜欢的人，为什么不去找他？如果爸爸去找他喜欢的人，我也可以接受的，我不想他这样下去，我肯定一直都是他的小公主。蓝璇又抽噎着说了几句，这个孩子才是心底什么都清楚，又太过善良了些，因为愧疚，因为觉得自己这是背叛，是不忠。蓝曦臣喃喃念道，但声如蚊叫，最后小姑娘听清楚的只有一句：他回来了，就说明他在慢慢想通。月之，你不要太担心，你才12岁，大人的事情知道什么？赶紧去做作业。蓝璇这才见敛住情绪，真正走远。蓝曦臣又叹了一声，想和自家弟弟说些什么，瞥一眼屋内，最终还是未能出口。魏琛，你老实和我说，你是不是恋爱了？中午下课，一群少年围坐在一起吃饭，顺便对魏琛同学的近些时日的反常表现发表激烈言论，顺便逼问魏琛同学。没，绝对没有。魏琛摆手，做投降状。没有，谁信你？你也不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整天盯着人家小姑娘看，我都替人家小姑娘脸红。金玲说着，对魏琛不诚实的表现不置可否。哎呀，我是想认人家做妹妹，才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龌龊。魏琛继续摆手。蓝景一摇摇头，秦哥哥，秦妹妹，你们蓝家不是不准与人是非八卦吗？金陵魏琛管不了，蓝家魏琛可有的是办法。你若喜欢别人，我们自然不管，可你喜欢谁不好？喜欢我们蓝家的小公主。蓝思追说道。你说什么小公主？你们蓝家终于有嫡女了？7个哥哥抢着宠。魏琛想方设法岔开话题。可去你的吧，你怎么没事也看这么多小女生才看的言情小说？蓝景怡鄙视道。别让他岔开话题了。思追很是敏锐，他看了一眼魏琛，好心解答，你是真不知道啊，我和你说说。魏琛也发觉出不对来，对，蓝思追、蓝景怡、蓝璇不都是姓蓝吗？那他是不是就能从中知道蓝璇他爹也就是自己爹他爸嘴里的你爹是谁？快说说。